破碎年代，相拥且忧愁。愿那勇敢的人结伴往前走，长日路漫漫，一整个诗句失散，月满枝头。 于德福，你确定那药方有问题？您看看，食材肯定没有问题，太医院的方子也都有，唯独这大补膏没有方子。哼，这荣慧是在宫里横着走惯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敢往身边招。如果本宫不拦着，哪天再害到皇帝的头上。走，去永和宫。 告诉本宫，端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吃了十全大补膏？太妃主子前些日子确实吃了崇华宫送来的十全大补膏。崇华宫？谁送的大补膏？是荣惠太妃跟前的荣儿姑娘，太妃主子指明让她做的。皇帝，荣儿她敢毒害太妃！ 还不把他抓来关到慎刑司！太妃息怒，太医还不能断定端康太妃是被人毒害。太医还说，大胆奴才，再这样分得清尊卑，主子们说话还轮得到你插嘴？臣不敢。皇帝，把他关入慎刑司，不怕他不说实话？皇娘，宫女也不能随便就关起来啊！万岁爷，万岁爷，啊！ 见过太妃主子，万岁爷，这就是大补膏的药渣。端康太妃平时的食材，还有太医院的药方都有记录，唯独这大……去把太医叫回来。这……李大人，送给端康太妃的大补膏。 可是出自于你之手，是我在膳房亲手熬制的。你仔细核对了药方，没有半点纰漏。这是自然，方子是荣惠太妃亲自抄写的。我去抓药的时候，医师让我加了一味虫草，主子也是知道的。怕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难道真是药膏出了问题？那刚才来膳房拿东西的公公也是为了查药？ 玉公公已经叫人去检查了端康太妃的药渣和进食，都没有问题，唯独却多了那一份大补膏。太医们现在已经去检查了。如果真是药膏出了问题，我不能连累其他人，我一个人担着。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去查清楚，你一定会没事的。我先告辞了。皇上心里烦着呢。太医们研究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敬义太妃那儿又哭又闹。太医们是谨慎，怕出了什么岔子。要是错招了好人，端康太妃在天之灵也会难安。你去找蓉儿了？是。你倒是挺诚实啊。你不怕朕怪罪你通风报信吗？臣不敢欺瞒皇上，况且，臣相信蓉儿绝对不是下毒之人，自然没有通风报信这么一说。朕也相信他，蓉儿不是那样的人。况且蓉儿也没有理由对端康太妃下毒啊。你们几个倒是跟朕说说，到底查出什么了？启禀皇上，从大补膏的药渣上来看，都是些寻常的药物。太妃主子原来也吃过，只是我觉得有些奇怪，这里面黄芩的分量多了几分。黄芩有毒？黄芩无毒，这也是宫中常用之药，有清热解毒之效。只是有话快说。只是过量的黄芩寒性太大，太妃主子底子虚，身体本来就属寒性，如果服用大量的黄芩，怕是顶不住。这下毒之人的心思很细啊。你能够断定是有人故意添加了这黄芩？这黄芩的分量从药膏上难以确认，但是从药渣上看，确实是多了。故意不故意，臣倒看不出来。事关人命，你得说清楚。皇上，臣等医术不精，还请皇上责罚。请皇上责罚。拉了，都起来吧。谢皇上。但这事儿总得有个结论吧？皇上，臣倒有个建议。你说。不如请宫外的专家和宫内的太医一起探讨，或许这事能有个定论。就依你说的办。皇上，这个敬义太妃闹得这么厉害，是她要给端康太妃讨个说法，这也没错。估计蓉儿是逃不了嫌疑了，要不先把她抓起来，这样也能安抚一下敬义太妃，走了再放人吧。事情没出结论呢，把她关起来，荣惠太妃那儿免不了多心。太妃年龄大了，要有点什么闪失，这罪过就更大了。之前寿喜的事儿就是前车之鉴。一切，臣在。你看着蓉儿，不许她离开崇华宫。是。于德福，明天你就去宫外，请专家入宫。这。回养心殿。就是这张药方，确实是在我的提议下加入了一味虫草。这只是一方普通的补药，就算是加入了虫草，也只是有益无害。再说剂量也没问题啊。怎么了？这药方是给端康太妃服用的。这上面发话了啊，一定要查清楚。我跟你说，如果一定要查下去，搞不好我用低价草药代替宫廷御药的这事儿就露馅了，不是吗？咱这儿的贵重药全是从宫里面来的，这些年生意好，靠的不都是这些药吗？这可如何是好啊？只要舍得出银子，这兴许还有转机。哎，我跟你们说，咱们从宫里往外倒腾东西的事儿，可一定要注意保密啊！成。还有这个药方，甭管谁来问，都不要提啊！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贵重药品先收起来啊！最近风声紧，先不能卖了，收起来，收起来。你放心吧。要是宫里来人怎么办？我赶紧关门吧。不行，生意得照常做，要不然不显得我们更有问题了吗？哎，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收起来，收起来，快！
呀，赶快点吧！钱德海，玉总管，您怎么怎么这么巧啊？我这是他们掌柜的，托我来帮忙看看药材。哎，这大名鼎鼎的幽草阁原来是钱爷的地界儿。不，我不是这儿的掌柜的，我是拿药来的啊！这么巧，没想到宫里那么多药还不够你拿的，到这儿来拿药。御药房就你一个人有钥匙，是吧？像什么陈年的老山参、海马、海龙、虫草、红花、地龙，这些药得值多少钱啊？哎呦，玉总管，您不相信，这真的不是我的呀！玉公公，我跟您这么说啊，我钱德海要是胆敢从宫里往外倒腾一根毫毛，我跟你说，我出门让车撞死，我回家吃肉我噎死我！我跟你说啊，这个孙异人是我的左膀右臂，可惜他死了。大总管，原来您是……你偷也好，抢也罢，我今天管不着。我来就想问你一句：端康太妃临死之前吃的那服药，有几位是在你幽草阁抓的吧？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谁？李大人。蓉儿啊，这么晚了还没睡，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没事，我睡不着，在院子里逛逛。你在担心药方的事啊？本以为孙异人死了，这宫里能太平一些。这宫中没抓到真正的幕后黑手，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宁。他们冲我来，我不害怕，可是主子对我好，我不想连累主子，更不想连累崇华宫上上下下。你放心，明日宫外的专家就会进宫调查，定能还你清白。对了，你怎么会在这儿？皇上说是让我来看着你，其实是暗中保护你。你放心，有我在，你定没事。你安心睡吧，我守着你。玉总管，您看，哎，东家，对了，就这个药方。别瞎说，谁是东家？我这不来看药拿药的吗？就那天来了一对妇女。你让他说。那天来了一对妇女，那女的长得挺俊俏，她爹不咋地。这药方的一味虫草还是咱医师加的。那姑娘呀说那患者身体羸弱，加入虫草啊会好些。是。哎，行，知道了，走吧。
哎，对了，别忘锁门啊！这。玉总管，您瞅瞅，这药方没问题呀。这冤有头债有主，方子要是没问题，那就是抓药的人有问题。哎，我也是给宫里当差的，回去得跟主子交代。我怎么交代啊？我就说幽草阁生意兴隆，宫里没有的药这儿都全了。老山参卖1000块钱一根儿，一盒是10根，一箱就几百根，你得赚多少钱啊？不是，我这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路啊。第一呢，你就乖乖的交代如何倒卖宫里贵重的药材，你赚了大钱，而皇上和太妃的药都是以次充好，救不了命也死不了人。但是现在已经死了一位了。于大总管，您救救我呀！您救救我呀，于大总管！要想救你，就看你会不会做了。哎，于总管，您说你要多少？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一定。就你那俩屁钱，你也想收买我呀？啊？那您总得给指条活路啊！你就不会在这药方上想想办法吗？您是说，您这药方上的这黄芩量太大，这可是大寒呢，对身体不好啊。怎么着，玉公公写的方子，难道你还有什么意见不成？我什么也没说。宫里的方子你可收好喽啊！宫里的人要是问你，你就把这给他，啊！你还有什么交代的？把那个老医师啊弄走吧，别让他在京城待着了。好，把这收了吧。查的怎么样了？这十全大补膏以当归、党参、炙甘草为主，气息比较沉着稳定，闻起来略有些浓重。这副药里的黄芩的确是过量了，看这药渣里得有8、9钱的量。黄芩大凉，与性热的药材冷热相克，即能变成毒药。如果普通人服用，尚有回旋余地。可是这么多的黄芩，让重寒之人服用，无异于下毒。真的有人要对端康太妃下毒手？启禀皇上，细查才发现，这副十全大补膏里又多了一味虫草，而且是上好的原虫野生正货。这御药房里缺货已经不止1年2年了，这虫草又是哪儿来的呢？于德福在，去把荣儿叫过来。这。奴婢叩见皇上。起来吧。谢皇上。荣儿，朕问你，这大补膏是你做的吗？是。那你是不是还添了别的药材？奴婢加了一味虫草，这是幽草阁老医师建议的。那你还记得黄芩加了多少分量吗？黄芪是1钱，党参5钱，当归3钱，甘草2钱。这药是蓉儿自己配的，所以我记得。当时药方都还在幽草阁。李琦，臣在。你速去幽草阁，把大补膏的配方找回来。是。
下去吧，就在这崇华宫待着。是。皇帝。走吧。还有客官，要点什么？掌柜的，是这样子，前几日有一位姑娘在您这儿抓了一服药，十全大补膏，您还记得吗？您看看，我这儿每天来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是这样的，里面有一味珍贵的药材——虫草。您是干嘛的？我是宫里当差的。可收好喽啊！宫里的人要是问你，你就把这给他。我想起来了，这药方不可与人，是店里的规矩。掌柜的，我知道您有您的规矩，您通融一下，毕竟人命关天啊。那好吧，我给你拿。这是药方。谢谢掌柜的。掌柜的，请问那抓药的医师现在何处？真不巧，他儿子呀，刚刚把他接到乡下，说什么颐养天年，走了。谢过掌柜的，告辞。皇上，我们再三复核审议，从药方和药渣来看，黄芩的确过量，会导致药性改变。可关于端康太妃宾天的原因，我们还要再综合太妃的病史和近日身体状况加以确认。还请皇上准允我们将所有端康太妃服用过的药物和食物都带回去做详细的研究。准了。黄芩，十钱。皇帝，这下你可明白了吧？想不到这个崇华宫真的是胆大包天。皇上，药方有疑点，蓉儿说的是黄芩1钱，为何药方上是10钱？出入如此之大。去请荣惠太妃。哎，请荣惠太妃。荣惠太妃到，见过太妃。儿臣见过皇额娘。皇帝，赐座。都起来吧。谢太妃。额娘，这是不是您写的？是本宫的笔记。那这每一味药都是您开的？是本宫开的。可这黄芩这一味没那么重啊，不可能是10钱。方才你还说是你开的，现在就矢口否认，能开出这样的方子，亏你想得出来。本宫和端康太妃无冤无仇，平日相交甚好的，不然也不会给她开方子补身。本宫不可能对她下这样的毒手啊！这是真凭实据。可怜的端康太妃，本宫再糊涂，也不可能开出10钱的黄芩。恕老奴多言。老主子想想，药方开好以后交给谁了？药虽然是蓉儿煎的，可是蓉儿做事有分寸，不可能出错呀。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你还想抵赖？皇帝，额娘愿意以性命担保，额娘不可能开出10钱的黄芩，也不可能是蓉儿从中下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皇帝，药方子的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关乎端康太妃的性命，罪无可赦。好了，两位皇额娘别争了，这么大的事儿，没出结果之前谁都不能说定啊。李琦，臣在。出结果之前你去查，若是药膏有毒属实，就治蓉儿的罪。臣遵旨。郁德父，
把2位太妃送回去。还有，端康太妃的后事不能耽搁，就让内务府去经吧。哥，这几日太妃主子心里不安，你看这字都没有以前写的顺手了。这字不是多了一画，就是少了一笔。太妃以前说过，这习字之人多一笔少一笔都是大错。我哪识字啊？我只觉得可惜了这纸，都是上好的宣纸。你把这些给我吧，你进去照顾太妃。嗯。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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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传太医啊！怎么样了？不打紧，太妃就是急火攻心，喝几服安神汤，压压惊就好了。是本宫对不起你，本宫就不应该让你去抓药，给那些歹人有机会去害你，是本宫不好，主子，是本宫不好。蓉儿，青儿，你快来。主子好点了吗？主子没事了，已经睡下了，兰英守着呢。青儿，这2块料子制工好，是江南的贡品，皇上赏赐给我的，你收好了。还有这个簪子，是主子给我最好的东西。你一会儿戴上试试看。蓉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次事情非同小可，出事的是太妃主子，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不管出了什么事，都由我一个人担着，我不能连累你们。还疼吗？青儿，如果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主子，知道吗？李琦，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你带我出宫一趟，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我一定要出宫，就算死，我也要临死前见我爹和我弟弟一面。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消失，我爹他一定会急疯的。还有我弟弟，他性子急，他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跑过来天天闹。如果他们2个人都被抓起来，那么我们家就全完了。这祸是我闯的，我得让他们安生。好，我带你出宫。你去那边看看为什么会有声响。是，大人。走。蓉儿，小心点儿，放心吧。哎，李大人呢？李大人去追查乱闯的人，你守在这儿就好了。小声点，别扰了主子休息。李大人，这么晚了，您还出宫办事啊？皇上命我办的事情，岂是尔等能过问的？不敢，不敢。李琦，这不是我要回家的方向，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先送你走，等我查清楚事实真相，我再接你回来。我不走。蓉儿，这次跟以往不同，我和皇上可能都保不住你。可我这次出宫，并不是为了要逃跑，保命要紧，先走。李琦，如果我走了，我爹跟二子怎么办？我这一走，就是畏罪潜逃，我再也洗不清罪名了，而且也会连累主子和崇华宫上下的。可是，你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什么时候才能考虑你自己啊？我有你啊，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事，你都会支持我，保护我。我这次不会有事的，对吗？我李琦一定会帮你周全。走吧，我还想见见爹跟二子呢。蓉儿，我就送你到这儿了。我一个外人，也不方便进去，我就在这等你。1个时辰够了吧？够用了。爹，二子，我回来了。姐。回来了，我闺女回来了。荣惠太妃啊，可真是好人，知道你想家了就放你回来。吃饭了吗？我去给你们做。好啊，御厨要给我们做饭了。哎呦，快吃吧。我姐做的菜就是不一般啊。那当然了，今儿跟我闺女儿子一块儿喝酒。太高兴，爹，好酒啊！我敬你。好酒啊！我老刘喝了一辈子的酒啊，今儿这酒最好喝呀！我也敬你。我把爹一个人撇给你，是我这个做姐姐的不孝。姐，无论如何，别忘了姐。说什么呢？我就算忘了我自己，也不能忘了我姐呀！哎，你这小子这话说的有点良心啊！你娘啊走得早，你爹我呢他不争气，
咱爷俩这家全靠你姐姐给撑着了啊！跟爹一块儿敬你姐姐，来，爹，敬你。哎呀，我刘寿贵喝了一辈子酒，头一回跟我闺女喝的这么高兴啊！爹，多吃点。哎，我给您倒一点。爹给你倒，爹给你倒。谢谢爹。我这么多，来敬我姐。干。慢点，你们俩慢点。你这不行啊！你这不捧场啊！你这儿子。干。跟你爹干一下，来。哎，来。啊，好酒。闺女，咱今晚上不回宫了啊！咱不给他回宫了。姐。哎，你说我姐平时滴酒不沾，今儿怎么了？今儿怎么了？今儿高兴啊！今儿怎么了？她喝的高兴啊，跟我闺女干。李琦，儿子，去把李琦叫进来。啊！快去！叫你去你就去啊！去。李大哥，姐，李大哥来了。这是什么？给我念。遗书啊！蓉儿不孝，蓉儿之死跟别人毫无干系，此乃天意，天意弄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蓉儿之死啊？李大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蓉儿被怀疑害死了端康太妃。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这一定搞错了。闺女，你说句话呀，闺女。李大人，这房子我不要了，我拿这房子，我把我闺女赎回来，行吗？我姐怎么可能杀人的吧？端康太妃吃了崇华宫送去的药膏后，病天了。那药方是荣惠太妃开的，但煎药和抓药的都是蓉儿，在里面有过量的黄芩。那药啊，我倒建议你再加上一味虫草，这样滋补的效果会更好，又不上火。那药就是我跟蓉儿一块在幽草阁抓的，那药里头加了皇宫里的虫草呢，那是宫里上好的药啊。刘大叔，您听说那药是来自宫里的？幽草阁就是这么说的呀。啊，不会是那姓钱的要害我们吧？钱德海，您怎么知道他？我怎么不知道他姓钱的把蓉儿他爷爷给害出宫啊？那好几辈子的事儿了，他还敢害我们呢？我当初就跟我闺女说，咱千万别碰这个换药啊、倒药的事儿啊。你看看大祸临头了，不是吗？哎呀，这个很重要，谢谢您，刘大叔，这个说不定以后能帮上忙。天很晚了，我得带蓉儿回宫了。我算是心里头都明白了，我闺女这是心里头不舒服，回来跟我们俩告别来了。闺女啊，我绝不能让你回去，这是送死啊！啊，咱不能回去。儿子，你带着你姐姐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啊！这我抵挡着。李大人，算我刘守贵求你了啊！你不是喜欢我们家蓉儿吗？我知道，是吧？你把我逮了去顶数，你拿我去交差，我一命顶一命啊！大叔，我也想带蓉儿走啊，但他现在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不想连累你们。他这一旦走了，他不仅害了你们，更会害了他自己啊！我不能让我姐进宫，我要揭穿小朝廷的黑暗，让他们全部完蛋。我不能让我姐进宫。你们先冷静一下，我想想办法，好不好？你们说什么呢？
行不行啊？我这心里头不踏实啊！一定早日把这坏人揪出来，再不行的话，我把房子卖了当盘缠，咱打不起，咱躲呀！爹，姐是清白的，有李大哥在，也有证据在皇上那儿，不会有事的。要是咱们现在跑了，那就真的坐实了。是啊，这不是还有我帮我姐想办法呢吗？啊，那你姐这犟脾气，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的。李大人，我拜托你了，早日把坏人抓出来，别让我闺女受委屈啊！我拜托了，我。走吧，走。刘大叔，别着急，等我消息。走了。慢点，小心呐！慢点。回去，快点回去。不用，你不用扶着我，我没罪，我高兴。蓉儿，梁星，你看，哦，你看，我能飞。蓉儿，怎么了？我怕你飞得太高，我追不上。我睁开眼，平复了呼吸，这世界陌生又熟悉，相聚与分离压抑在心底，想珍惜谈何容易，我戒不掉暖暖的微笑，情愿为他放下骄傲，人心猜不到，而我太渺小，乱世活下去最重要。不起眼的尘埃，不由我的年代，不灭的大义与心爱，就算刀山火海，就算暗影袭来，热血胸怀不再徘徊，用凡人的身躯坚定的心，面对风雨不犹豫，即使不自量力，即使一败涂地，我无愧于你。用凡人的身躯，疲惫的心，守得云开的结局。就算悲凉唏嘘，就算明天死去，不惜一切换取你不再哭泣，不再哭泣。